管家给女孩吃了一颗糖，没多久女孩就昏倒了。管家见状心安的离开，然而他刚走，女孩就睁开了眼，然后把那颗糖吐了出来。这种套路他从小玩到大，早就厌倦了。突然他听见门铃响了，家里有人来了，原来是财阀少爷趁父亲出差之际，他带朋友回了家。女孩听着外面的喧哗，她以为家里出了事儿。她趴在墙上听到有人说话，感到非常兴奋，她用力拍着门。女孩从小跟妈妈一直被关在密室里，管家给她看的书全都是童话和动物世界，她完全接触不到外界的信息，这些书都被翻看过无数次了。女孩拍打发出的声音吸引了男人的注意，其他人还在高兴的聊天时，男人已经顺着声音找到了石门前。女孩也感觉到外面有人，男人打算把石门打开，里面的女孩也伸出了手，她的项链也忽然发亮了。她觉得自己要见到王子了。看起来没什么异常的男人离开了这里，但他没意识到触发了门上的禁制。女孩有些犹豫，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跨出了门。她飞快跑下楼，听见一个男人在电话里说马上回来。电梯赶到时，她看见一个喘着粗气的女孩正死死盯着她，她被吓了一跳，于是她一路跟着那小伙，看到他上了公交车，司机让他投币，女孩却死死地看着他。小伙心领神会，主动帮他刷了卡。女孩还在惊叹不已。车子猛地一启动，小伙下意识扶住她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两人四目相对。女孩心想他就是她的王子。忽然她看见比王子更奇特的东西，她趴在玻璃上看到从未见过的东西散发着傻气。这时小伙拉开她的手，无意的触碰，女孩说出了他家的店名，还说出他的名字叫守光。守光满脸惊讶，可他不知道管家正满屋子找他，千事召集所有仆人四处寻找，都没找到。管家明白问题严重了，他悄悄打开密室一道缝，见外面如此忙乱，他猜色妃失踪和他们有关，必因这个屋子除了老板没人进来，所以他只能打电话给老板秘书。老板一听这事，马上放下手头会议赶回去了。守光发现女孩八音没穿鞋，毫不犹豫地脱下鞋给她穿上，色妃也不客气，直接穿上了。就这样，守光把色妃带回了家。谁料色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守光平静的生活，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。当妈妈看儿子回来了，却好奇他怎么光着脚，守光指了指色妃脚上的鞋，意思是给他了。心想儿子有出息了，带来的哪位姑娘啊？可是这姑娘看起来有点呆，拿着鱼说饿了，于是就好吃好喝的招待她。守光妈还让她多吃点，但是守光让她赶紧吃完，吃完就得回去。色妃有点不高兴，守光妈看她不开心，安慰她不用急，可以多玩几天再走。但一碰到这个话题，色妃的蓝宝石突然发光，她知道又有大事要发生。接着女孩说了几个字，开不拉几的鱼，随即反应过来，马上朝外面跑去。她指着门口一堆青花鱼，着急地比划着要很多很多青花鱼。守光完全不明白色妃是什么意思。这时突然一辆面包车下来2个白大褂，上来就问还有多少青花鱼。守光妈满脸兴奋地说仓库里还有几百条，对方更激动地说终于找到了食材。色妃开心地直转圈，守光妈好奇她怎么知道的，一下子看到色妃脖子上的蓝宝石，本想问什么，却被守光叫走了。显然守光妈心里有底。晚上她特意翻看相册，发现一张合影，思绪回到了10几年前，儿子和一个女人的合影，女人脖子上挂的正是色妃的蓝宝石。她知道儿子这次惹上了大麻烦，色妃失踪的消息传来，财阀气冲冲地回家，冲着儿子的狐朋狗友怒吼。完全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色妃，还在游乐场给守光戴皇冠，因为在他眼里守光已经是他的王子。可偏偏守光不懂浪漫，还说他太孩子气，马上就要拉他回去。可路过游乐场时，他要守光玩飞镖，守光随手一扔，居然中了，还没回过神，又被色妃要求再来一次，他轻轻一扔又中了，连他自己也觉得有点无语，于是又玩起了投球游戏。结果守光每次都能投中，这是他以前从没做到过的事。色妃是幸运之神吗？不管怎样，他还是把色妃带了回来。但财阀的脸色阴沉的吓人，他慢慢靠近守光，色妃却主动牵住了守光的手，这一举动直接激怒了财阀。随着蓝宝石一闪，守光还没回过神，财阀就给了守光一巴掌。儿子立刻冲上前问父亲怎么了，但父亲不理他，让管家把色贩送回房间，还把守光扣上绑架未遂的罪名送到警局。少爷在旁边还在求情，说守光是他的朋友来玩的。这一连串的事情搞得守光都懵了。为了让儿子明白，财阀带他来到密室，指着面前的梁，
这是你的，它会挡住你的厄运，带来好运，所以没人可以见到它，也不能碰它，它是专属于你的幸运女神。可他不知道儿子对瑟菲有了别的念头。后来大企业的秘书把守光保释了出来，但他不知道另一个陷阱正等着他。出来后，妈妈安慰他说没事，说这只是个误会而已，再说现在不都平安了吗？可话刚说完，一辆车直接冲了过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母亲推开了儿子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发现母亲已经当场去世。本以为只是一起普通车祸，但他没预料到更大的危机在等着。与此同时，瑟菲悲伤地告诉妈妈，她看到了守光的未来。可当他坐船将母亲的骨灰撒向大海时，未曾料到另一个危险正在靠近。仍沉浸在失去母亲的痛苦里，却被船夫一棒打晕，之后装袋，再把他扔到海里。财阀接着告诉瑟菲妈，那小子已经彻底不见了，让他管好自己的女儿。这些话瑟菲全都听见了，她不相信守光会这样，但还是流下了泪。转眼间2年过去，财阀少爷想感激他告诉的预言，让他们在公司竞标中胜出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专门买了礼物，但瑟菲说她只想出去，哪怕只有一次也好。少爷看到他那渴望的表情，心软的想带他出去，却被管家从远处大喊制止。会长知道后果不堪设想，未曾料到少爷安慰说只要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，然后顺理成章的把瑟菲带走。长这么大，除了2年前逃出来一次，就没见过外面的世界。餐桌上少爷告诉瑟菲，他和他爸不一样，我把你当成同伴，会一直对你最好，不久之后我会让你在外面生活。瑟菲没说话，他无法满足他的要求。他见到熟人，让他稍等。此刻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是守光。虽然知道守光不会死，但亲眼见到他活着让瑟菲激动的说不出话。2年前他被一位捕鱼的大叔救起，打捞上来时身上全是血，知道他得罪了不该惹的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命运弄人。而他的儿子死了2年，一直没办理死亡登记。他儿子跟他很像，于是把儿子的身份证给他，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儿子高明信。瑟菲回来后说，他克制住激动告诉妈妈，他看见守光了，准备出去找他。母亲当然希望女儿幸福，此时他伸出手试探当前情况。很快他对女儿说，现在就准备吧。然后2人打算在餐桌上下手。仆人依旧在伺候他们，但他们已经在寻找机会了。仆人仍然傲慢无礼地看人。瑟菲妈马上把滚烫的咖啡倒在他手上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仆人摘掉手套。他妈发现好机会来了，可仆人以为他是在故意羞辱自己，还举手想要打他，却没想到自己正中下怀。接着他妈胸前的蓝宝石亮了起来，女人开始进行催眠。秘书说让你带我们出去，仆人果然像中邪了一样照做。母女对视了一眼，计划成功了。他们堂而皇之走出了密室。妈妈知道等会儿一定会被发现，于是让女儿先走。果然后面传来仆人的追赶声，她安慰女儿她没事的。随后瑟菲混入了游客中。瑟菲小心地观察着四周，却不巧正好对上财阀少爷的眼神。他赶紧钻进了一辆出租车。奇怪的是，财阀少爷并没揭穿他。司机问瑟菲要去哪，瑟菲凭借着遇见的画面告诉司机去幸运鱼铺，还描述周围有游乐场和公交站。司机听了就装作明白的样子，而他要找的人是曾遇过一面的守光。忽然乌云密布，天气骤变，守光心想不会是要出什么事儿吧。下一秒牙刷就断了，这有啥预兆吗？却没料到瑟菲兴奋地撑着伞跑向他的幸运鱼铺。诡异的是，这时竟然雨停了，可守光似乎不太欢迎他，让他离开。瑟菲说自己没地方可去，唯一认识的人也只有他。守光冷冷地说不想见到他。就在此时，司机追了上来，质问他为啥不付钱就走，坐车得要钱啊。他顿时醒悟，从包里掏出价值100亿的纯金链子递给司机，但这司机估计头脑简单，他只认钱。瑟菲无奈看着守光，守光打算帮瑟菲付车费，结果司机说要15万。守你一听就不高兴了，你这明显是坑他啊。司机一听急了，这小严要找幸运鱼铺，我可是带他跑遍了整个泡菜国啊。守光懒得说，直接递给司机15万，司机这才愿意停下来。瑟菲想讨好守光，结果守光说他认错了人，说完就把他拦在门外。欢迎光临好致店。大妈随即选了3条青花鱼，一不小心碰到瑟菲的胳膊，色的宝石突然发亮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瑟菲建议大妈不要买青花鱼，买鲈鱼吧，青花鱼会过敏。可大妈压根听不明白
他在说啥，还是坚持己见。突然大妈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好奇地瞥了瑟菲一眼，就对守光说再买点鲈鱼。临走前大妈多看了瑟菲几眼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发现瑟菲不见了。财阀会长问儿子有没有参与，没想到儿子却帮瑟菲说话，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可能被困了20多年呢？会长还讲他们不是人，只不过是你的幸运符罢了，说白了他们就是个物件，还警告儿子不要动感情，居然翅膀硬了，看来作为父亲得做点什么了。这边瑟菲已经被守光赶走，他却不知道财阀会长正让秘书紧急调动组织来搜寻。这时瑟菲无处可去，只能在晚上呆坐在垃圾堆旁。村民看出他是守光的女朋友时，守光突然出现，瑟菲激动地问他是不是担心自己，守光都没正眼瞧他一句自作多情，先把瑟菲带回了家，告诉他明早会送他去派出所。瑟菲一脸兴奋地在他的床上蹦来蹦去，还好不用和大叔一起睡觉了。看到这个情景，守光愣了一下，回过神后他立刻打断了他，因为那是他的床，而他只能打地铺。可半夜听见瑟菲说梦话，守光又担心地板太凉，于是抱他回了床上。瑟菲本能地握住他的手，守光看着发亮的宝石，听得一脸懵，还以为瑟菲昨晚想吃黑鲟鱼。第二天一早，守光大概做了个决定，他突然把瑟菲推进井里，还安慰自己这里能帮他解决问题。完成任务后，他打算回归卖鱼生活。可是刚到市场，就听见一位大妈嚷道，一大早黑鲟鱼全死了，全卖光了。守光忽然想起瑟菲昨晚梦里说要买所有黑鲟鱼，于是他头脑发热，让大妈把卖剩下的黑鲟鱼全卖给他。大妈以为他在戏弄他，守光说不卖我就走了。大叔一听，把守光夸得天花乱坠，够意思，这些鱼2折都卖给他吧。守光刚拖了一车准备走，突然有2人急忙问还有几条黑鲟，随便什么鱼 S 都行。守光说我这有。2人听到马上像看到救星，说整个市场都没货了，接着问多少钱。守光有点难言，这个稍贵，但对方完全不在意。旁边的大妈气得直咬牙，看来这大叔是少不了一顿吹捧了。守光很好奇瑟菲到底梦到了什么，但把女孩送去警局后，守光就一直心神不宁，担心她的安危。瑟菲却一直在暗中默默观察着守光，不知怎么的，才见过2次面的守光脑海里满是瑟菲，搞得他完全无心工作。他干脆丢下东西走了。瑟菲跟出去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，可这时他却被2人捉了。守光到警局后问早来的女孩走了没，警员说他不需要帮助，还说他就是来找你的，然后警员就走了。守光有点担心瑟菲脑子不灵光能去哪儿呢，殊不知此时的瑟菲被这2人带到了老窝，可是他完全没意识到危险，还对这里的一切很好奇。老王怀疑自己绑的人是否有用，同伴也忍不住了，世界上竟有这样稀奇的人。老王说他有事先出去，让同伴守着等守光来换人。守光知道瑟菲被抓后疯跑过来，却不知同伴趁老王不在，已经打算把瑟芬卖掉。当老王回到家时，看到楼下停着一辆商务车，他心里一惊，果然手下正要把瑟菲交给别人。老王怒气冲冲地制止，我们是帮人追债的，不是做人口买卖的。可是交易已经完成，对方也不好对付啊。就在瑟菲拼命挣脱的时候，他突然抓住老王的手，说了几句话让人听不懂，但贤秀这2个字他听到了。于是老大立刻问瑟菲怎么认识他家贤秀的，然而瑟菲却被带走了。不久后，老大拨通了叫医生的电话，情人帮他接通了，结果医生说的话和瑟菲的一样。骗子一听情妇还敢接电话，立马想到瑟菲。这时瑟菲已经被带上了车，刚好与赶到的守光擦肩而过。接着守光听到一声口哨，正是瑟菲吹的。他回头发现地上有个口罩，确定是瑟菲的，于是他抢了一学生的自行车，开始走小路追赶。经过几条路几个急转弯的追赶后，正好在他们车前停住。瑟菲一看竟然是守光，他拼命冲向汽车，黑帮都愣住了，不是他不要命，而是他技高一筹，就是要迫使他们停车。瑟菲抓住机会拿出防狼喷雾，在2人被包围时，老王抡起棍子冲过来猛揍，叫他们赶紧逃跑。2人对视一眼，走为上策，溜吧。还不忘提醒女孩别忘了他说的。女孩安抚他，他会守信的。可是老大也只是拖延他们很快便追上了。瑟菲发现了一个死胡同，却冷静地走了进去，为的是引他们进入，好展示实力。可是守光快疯了，他们没有路了。此时敌人已经近在咫尺，守光义气地说，冲我来，放他走。瑟菲脱下手套，紧握守光的手，宝石瞬间发亮。他交给守光一块砖，嘱咐他听口号再扔。
他则先拖延时间，为他们制造幻境，然后瑟菲精准指示守光扔砖头，结果正好砸在车窗玻璃上，那光头立刻怒火中烧，队友在车上按了警报器，显然他们是刑警，这帮混混真是自投罗网。瑟菲碰到他的王子时，甚至丢掉了戴了20年的手套，但他们不知道财阀少爷找到了这里。等他们出门时，财阀少爷早已在那等候。两人心里明白他来干什么，但守光毫不犹豫地告诉他，你认识的守光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了，他们之间再无交情。因为守光明白陷害他的人就是这个财阀家。少爷本想和瑟菲说几句，但瑟菲不想理他。隔天少爷不死心又找到了瑟菲，少爷刚要说让他和他回去，却被瑟菲一口拒绝。但少爷提醒他，如果被他爸发现他在这里，守光就危险了。这句话让瑟菲有些动摇，他不知道财阀会长已经通过黑帮寻找他。当老王看见照片上的人时，突然有点担心瑟菲，因为上次根据瑟菲提供的地址找到了这个游乐园，让他来这里会面，找到一个温雄的人，他儿子就有救了。而儿子无意间遇到的小字兔竟然主动递给老王一张名片，说能治好他儿子的眼睛。看到名片上的名字时，不管瑟菲用了什么办法，还是特地来感谢瑟菲，因为凭他的能力根本找不到这么好的专家治好儿子。可如今黑帮在到处找瑟菲，但他不能袖手旁观，于是打电话提醒守光提高警惕。黑帮开始找瑟菲了，守光立刻能猜到，这肯定是财阀会长在背后操纵，而财阀会长这边也是心神不宁。他怀念和瑟菲妈过去的时光，虽然几十年过去了，但他一直念念不忘。然而瑟菲妈却被关了20多年，现在连仆人都敢对他无礼。就在这时候，财阀突然推开房门，他冲上前狠狠地把仆人推开，怒吼道，你的任务是照顾他，不是虐待。会长发火，后果会很严重，他的结局可能和之前的管家一样。看来财阀对瑟菲妈也很在乎，这是财阀会长20年来第一次带瑟菲妈出密室。走上天台，望向城市的灯火辉煌，瑟菲妈终于再次笑了。儿子回来时，却看到他俩相处融洽，而且父亲还细心照料他。儿子于是好奇，但被父亲否认了，还告诉儿子，瑟菲不是他的女儿，他妈也曾像瑟菲一样逃跑过，但几个月后又回来了，而肚子里却怀了瑟菲。少爷听到后，心中竟有些窃喜。他说去送个货，很快就回。可瑟菲总感觉有点不对劲。守光按派送地址来到一座废弃工厂，虽然觉得奇怪，但还是打开了门。瑟菲越想越慌，他马上给守光打电话，但一直没人接。他竭力回想脑海里的画面，先放下电话，就跑向目的地。殊不知守光已被抓，他自己也岌岌可危。瑟菲想反抗，但皮皮让他看了守光的状况，果然瑟菲乖乖地跟着他上了车。不久，瑟菲被带到了守光那里，他打算帮守光解开绳子，但完全无济于事。瑟菲问皮皮到底打算干什么，皮皮回答说自己也不清楚，只负责带他们来这里。两人很快被绑了起来，皮皮的任务到此结束。忽然他注意到瑟菲脖子上的蓝宝石，因不客气地拽走了，心想这次他麻烦大了。但他不知道这东西几乎要了他的命。没想到幕后主使因其实是财阀侄子小东，他就想看看这个魔女到底有什么能耐，竟被财阀会长关了20多年。为了让守光醒来，瑟菲用力撞了他的头，还真别说，这招还真管用。所以学会头顶功，总会派上用场。游戏才刚开始，看到墙上有个定时炸弹，守光还在怀疑自己在做梦。瑟菲马上回他2个字，别怂。瑟菲妈突然感觉到瑟菲有危险，少爷听说后马上冲了出去，但他不敢让秘书知道，他决定独自去救瑟菲。生活在童话里的瑟菲从没遇过这种情况。守光突然灵机一动，他让瑟菲靠近，并让他忍住疼痛，引导瑟菲稍微倾斜身体。瑟菲显得很痛苦，他腰都快要脱臼了，但守光还是说个不停。看到这座坟墓，小东心里起了些遐想。这时少武也赶来了，但被一群西装男挡在外面。这时候能动手就别废话，因为没用。用胸针两人解开了绳索，但还是打不开门。倒计时已剩10秒，瑟菲却出奇的冷静，握住了守光的手。他低声说，没关系，别担心。神秘的墓出现在眼前，老王按导航直接开过去，下一秒定在了现场，全部瞬间静止。我的那一拳特别帅，迅速恢复正常。守光满脸兴奋，炸弹在最后一秒停住了，可瑟菲昏了过去。老王的卡车正好撞了进来，他让他们赶紧上车。小东感觉很疑惑，怎么这炸弹没炸，反而他们安全逃了出来。看到定格的最后一秒，
小东确认瑟菲确实有些本事。这一刻，他更加想拥有这个女人。看见老王从守光家出来，少爷的心才落地，但他不知道，他父亲已经认为瑟菲手脚不干净，他没资格再回来。守光发现瑟菲的项链没了，瑟菲淡定地说被皮皮抢走了。守光紧张地说，那我们去报警吧。瑟菲安慰他说，项链会自己回来的。但是这时候皮皮还没走到瑟菲那里，就狂痒的受不了，大家都怕传染病，都躲得远远的。听到动静，瑟菲赶过来了，皮皮一看见他就像见了救星，连忙扑过去，说自己快痒死了，求他帮忙把这东西拿掉。守光问他又在搞什么鬼，皮皮满脸委屈望着瑟菲，他让守光解下他脖子的项链，守光尝试了一下，居然轻松拿下来了。皮皮立刻觉得舒坦多了，但被他的老大狠狠揍了一拳。守光把项链还给了瑟菲，但他满脑子疑问，瑟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为了表现对这里很重视，他主动开始粉刷墙面，他要趁守光不在家好好装饰他们的小屋。果然，守光回家后惊讶无比，冰冷的房间突然充满了爱的气息。瑟菲还深情地表白，说会永远陪着他。这氛围让守光感动地握住瑟菲的手，但下一秒，瑟菲的宝石忽然发亮，他突然望向守光，说不要离开。守光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但他仍然宽慰他，说他不会离开的。可他不了解，有些是命中注定。这天，一位大叔鬼鬼祟祟地在店门口张望，看到瑟菲出来，他赶紧避开视线。瑟菲热情地介绍他们主打的八爪鱼，味道极好。但大叔摆摆手，说不需要，他不是来买鱼的。瑟菲突然想到，他可能是来求职的。大叔还没反应过来，守光问他会不会开车，大叔下意识地答会。两人很高兴找到帮手，但大叔眼神怪怪的。趁守光忙时，大叔问瑟菲多大了，瑟菲说才21。可是大叔眼里有故事。财阀会长告诉瑟菲妈那人出狱了，瑟菲妈意外的平静。当天下午，守光的恩人爸爸特意带着海鲜来看他，瑟菲满脸兴奋，说这鱼真的是极品。爸爸还以为守光交了个漂亮女朋友，心情不错。但他突然注意到瑟菲脖子上的项链，脸马上变得很吓人。瑟菲还在礼貌地打招呼，爸爸只能勉强保持笑容。就在这时，郑叔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爸爸的脸色瞬间煞白，郑叔也猛吸了一口冷气，他却不知有人盯上了他。于是黑色商务车里走出一群西装男，领头的开始分配任务，挨家挨户搜寻线索。此时该区商会会长走过来问他们是谁，是来市场团购的吗？西装男拿出一张瑟菲的照片，问会长是否认识。会长故作冷静问是谁。西装男收拾东西，不愿耽误时间。正巧镇上的傻子经过，会长让他赶紧通知瑟菲姐，坏人要抓他。果然，他的喊叫功力十足，大喊坏人来了，一路狂奔。商户们纷纷围观。傻子说是来抓瑟菲的，瑟菲一听就明白是谁。坏人依旧问商贩知不知道这个女孩。大姐一看，假装丢开说谁知道这家伙，然后跑到另一个商贩那边，却被扑了一身面粉，才走了几步又被泼了一身水。不曾料到瑟菲在商贩们心中的分量颇重。守光正带着瑟菲悄悄溜走，刚到一个转角就碰上了少爷，以为这次难逃一劫，不料少爷竟主动掩护他们，告诉西装男这里没有。少爷清楚这些人是父亲派来的。回去后的守光仍是疑惑不解，他问瑟菲认不认识少爷，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吧？可守光知道真相后却生气走了。那一刻他才知道瑟菲会预知，但2年前你为什么不阻止我妈那场车祸？甚至有人想追杀我，你也无动于衷。他知道这一切和财阀家有关系，于是他去见财阀会长，说自己平安归来了。财阀会长很欣慰地说活着就好。可守光质问，这一切是你干的吧？见财阀会长沉默，守光愤怒了，他一直否认不可能是你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你竟为了瑟菲制造事故，害我妈，甚至连我也不放过。撂下一句富豪家真恶心就走了。结果少爷马上把他叫住，说瑟菲是他的人。守光却回了一句，我对你的人没兴趣。瑟菲等了一夜，听到外面有动静，以为是守光，没想到是财阀会长。这次却让瑟菲意外，会长不是来劝他回去的，而是让他离开这里。瑟菲不明白有什么企图。财阀说，我只是想让儿子找不到你。而彻夜未归的守光回来后，却拿起瑟菲的包给他收拾行李，让他找别的地方住。瑟菲本想拉住他解释，可就在这时瑟菲突然感应到了什么，就连守光走了，他都在原地愣了半天没回过神。他突然冲出来拦住守光，坚持让他见那个女人。守光已不愿再听他啰嗦。瑟菲急迫地说，这个女人能改变一切，
当他再回来时，少爷兴奋不已，但秘书说会长已经禁色妃进入，少爷依然执意把她带回。会长警告儿子她是魔女，可少爷觉得她只是个人，但他不知道他的爷爷现在的痛苦都是魔女施加的，却不知道现在停止已然太迟。瑟妃妈看到他们在一起时，心中忽然惶恐，虽然把瑟妃骂走了，但心里却很难受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出现，扭转了一切。看着面前的女人，守光想起瑟妃曾说过，有个漂亮女人会找他。守光问是否在找他，但女人却问预言女巫在哪。守光以为他来算命的，告诉他市场尽头有一家。见他没想再说什么，掏出张名片，说需要时可以找他。这个需求确实以后很关键。瑟妃和少爷出门时，碰到了少爷的未婚妻，虽然当司机，但言下之意在套瑟妃的话，问瑟妃住哪儿，之前住哪儿。瑟妃也不隐瞒，说之前和守光住一处，现在住酒店。刚到酒店，未婚妻让少爷躲一躲，他妈来了。少爷不知情，正巧他妈这时候到。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，少爷刚想说话，丈母娘注意到一旁的瑟妃，问他是谁。瑟妃机灵的回答说是表妹，丈母娘这才放心。回去后，少爷问瑟妃为什么这么回答，瑟妃就说怕你为难。少爷却告诉瑟妃，他已经和未婚妻说过退婚了。瑟妃对少爷说他真心喜欢他，但少爷说我眼里只有你，我只爱你一个。偏偏守光出门办事，正好撞见瑟妃和少爷一起吃饭，这种气氛连旁边的商会长觉得尴尬的赶紧走吧。可瑟妃大方地邀请守光一起吃饭，没想到守光答应的很爽快。饭桌上两人埋头吃饭，瑟妃诚恳地感谢他们对他的帮助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啦。他感谢守光帮他适应外面的世界，也谢谢少爷让他能自由看妈妈。这一刻两人似乎放下了芥蒂。他先通知守光，有个想向你们市场投资的人，无论他说的多好听，千万别信。守光当场揭穿他，问他到底想拿多少黑 Q。 男人看似被识破，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可不是坏人，却不知道隔壁的小东。根据瑟妃的话，我正在吃饺子。男人被守光的话戳中了痛处，他夸口说自己财力很强，声音太大引来了隔壁的小东。男人见到小东后，吓得立刻站起来向他解释。小东示意他别说话，并警告说他爸最恨挪用公款的人，然后直接叫手下把公司里的渣渣清理了。庆想瑟妃这次真是帮了他大忙，实际上瑟妃是想赢得他的信任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老王刚到这儿，就收到了瑟妃的消息，让他好好享受那人请的饺子。同时小东也收到相同信息，于是两人在瑟妃的撮合下认识。老王顺理成章取代了那个人的位置，正式成为王市长。接下来的计划才是真正的开始。可瑟妃却没想到，守光找到了一个陌生女人，问她是否知道关于瑟妃的事。只见她拿出一个旧铁盒，守光惊讶地发现项链和瑟妃的那条一模一样。女人解释说这是她的，守光不信地看着她。女人解释，她以前是预言女巫，但现在沦为了凡人。守光对她变成凡人很感兴趣。女人告诉他，这一异能是他母系遗传的，每一代都只生女孩，他们出生时手里就握着一颗蓝宝石，然后凯者会把他们藏起来。他和瑟妃的奶奶是双胞胎，但他性格叛逆，一直想逃跑，即便伤痕累累也不愿受到束缚。就在这时，他遇见了他的爱人，为了让他摆脱束缚，他用自身的力量击碎了宝石。尽管这东西无法用其他方法摧毁，但他办到了。眼前的女子告诉他，瑟妃体内已经吸收了太多人的厄运，如果她不能尽快变成凡人，恐怕会沦为魔女。他找到瑟妃，让她回来，并且要求她以后别再预言未来了，他会照顾她一辈子。虽然瑟妃很感动，但当场拒绝了，因为他的计划才刚起步。守光抓住瑟妃的手，这时恰巧少爷赶来，少爷立刻上前拉开守光，告诉守光这里才是他的归宿。瑟妃也表示他在这里很幸福。就在晚上，郑叔在翻找东西时发现了这张照片，他疑惑瑟妃的妈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守光瞥了一眼，回答说那是我小时候，但旁边的女人我不认得。郑叔告诉他那女人是瑟妃的妈啊。守光纳闷，瑟妃的妈认识他吗？少爷一回家，父亲就狠狠甩了他一巴掌，问他是不是脑袋被门夹了，为了那个预言女巫竟然拒绝了未婚妻的婚约。可少爷仍固执地说只爱瑟妃，还让他别插手自己的事，气得老父亲当场冲动想揍他。于是他去找瑟妃的妈妈，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操控少爷的。瑟妃妈妈回道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自私。瑟妃更是看不起他。少爷觉得有这样的爸真丢脸。财阀一走，
瑟菲妈想见守光，但瑟菲说已分手。妈妈摇头说，你们还有联系，就像你没出生之前，你们就已经有联系。当年他逃出来时，正坐在守光家门口，是守光的妈妈收养了他们。他不知道自己怀孕了，但守光却准确的知道她怀的是女孩。他还说肚里的孩子在跟他打招呼。瑟菲听了非常感动，他们其实早就认识了。瑟菲的计划让老王顺利进入了小东的公司，接替了崔市长的位置，目的是找到小兔的物品，并让他交给守光。虽然不清楚什么意思，但他立刻把物品递给守光。守光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个 U 盘，里面的内容竟是如何搞垮金华公司业绩第一的孔守光。让守光震惊的是，要干掉他的人竟是救命恩人于明父亲。他连夜找到他，问道：2年前有人想要杀我，那人是你吗？但你为什么救了我，而不是杀了我？于明爸爸告诉他，20年前一个女巫说他的儿子快要没了，让他赶紧赶回家，说他家燃气漏了，你得赶紧回家阻止儿子玩火，这样他才能活到成年。结果全如他所料，救了他儿子。他答应那女人，20年后有人会要你杀一个年轻人，你必须救那个孩子。守光才明白，是守光妈救了他，而要杀他的人不是财阀会长，是财阀的兄弟胡子会长。随后守光把视频交给了财阀会长，会长问他为什么不直接给病方，而要见我。守光说是怕牵连瑟菲，怕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瑟菲，和财阀的误会解开。财阀也给了2全其美的方案，正是让守光进公司当秘书。少爷对突如其来的事有点懵，会长问守光接下来有什么打算。守光的第一步是先毁掉这扇门。他接着到了瑟菲家，感叹书多得像图书馆。瑟菲问他怎么来了，守光厚脸皮说想你了。瑟菲却让他走，这里危险。守光没直接回应，只说我住你隔壁，有事就叫我。财阀猜对了，瑟菲对守光有感觉。少爷心里很不舒服，便让父亲叫守光回去。父亲难为地说，孔秘书是董事会决定任职的，不能随便解雇。少爷知道说服不了父亲，于是去找瑟菲的母亲，说他这辈子只喜欢瑟菲。瑟菲妈听了摇头说，你不能做瑟菲的男友。可少爷坚决不放弃瑟菲。瑟菲妈这回慌了，她第一次主动请会长来，对会长说，有件事你得知道。会长还挺淡定，但当他说瑟菲其实是你女儿，财阀愣住了半天没反应。瑟菲妈解释，当时只是借用郑秘书离开的事。然后会长哭成了泪人，他一直以为是他背叛了他们的爱情，结果到头来却是他对不起他，冷落了他20多年。看着床上生气的儿子，他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于是他找到瑟菲，问他需要什么，但瑟菲不领情，觉得他又有什么企图。财阀对此一清二楚，一时无法改变女儿的态度。他识相地离开了。然而站在天台上，他不禁感到欣慰，这一生他至少还有个女儿。但同时，当郑叔见到瑟菲妈时，他情绪激动难以自控。但当他发现她的项链变色，他立刻明白她经历了很多苦难。他满怀痛苦地跪下向她认错，他不该背叛她。瑟菲妈却扶起他说，对不起的人是我。郑叔不解他的意思，瑟菲妈告诉他，她在20年前和他见面之前就怀孕了，为了逃避，她催眠自己孩子是她的。她承认他们从未相爱，瑟菲也不是他的女儿。郑叔长叹一声，没想到自己活了半辈子却一无所有。于是他去找了姨妈，问瑟菲为很多人算卦，会不会被诅咒成魔女。姨妈建议他要遏制体内诅咒，先得停止卜卦，至于会不会变魔女全看他自己。殊不知他正给小东算卦，但这次他犹豫了。小伙满脸疑惑地问他什么意思，瑟菲却开始漫天要价，从1万一次涨到10万一次。小伙还没来得及回复，瑟菲就接到了一个电话。小伙听到那端是他的父亲，他曾答应胡子会长会帮一个大人物占卜。不久，胡子会长带他来到一处秘密地点，没想到小东一直偷偷跟着他们，这次跟踪彻底把他坑了。在进去之前，胡子会长让瑟菲查看未来会见的人，还有股份数量，最重要的是他何时死。进屋后，安静的让胡子会长以为他死了。瑟菲拉开窗帘，看到一个神志不清的老头。老头看到瑟菲的第一眼，称他为玉珍，还本能伸出手，让玉珍给他看一下未来。瑟菲抓住他的手，老人却问我公司什么时候能巅峰。旁边的胡子急得不行了，爸爸哟，你歇歇吧，公司给我管就好。你还藏了哪些股份？遗嘱分给我了什么？瑟菲算得越发生气，甚至直接拉住他的手不放。老爷子用理智让玉珍松手。胡子会长好奇玉珍是谁，瑟菲算出你血脉快到了，会消除你身上的诅咒，
胡子会长着急了，不是让你提诅咒，而是说你看到的东西。而就是这偶然一碰，胡子会长的未来也被算到了。接着他让胡子会长去见永贞集团的理事长殷玉珍，他会把他所有的都给你。就在此时，他的弟弟会长过来，不由分说把瑟菲带走了。胡子会长气得骂他不懂礼貌。回去后，会长问瑟菲那边的情况，见瑟菲不愿开口，会长说不会逼他，但瑟菲压根不领情。他觉得他跟胡子会长没啥差别，只有妈妈明白，女儿这样说会让会长多难过。可吃饭时，财阀突然递出一张卡，让瑟菲随意花，这待遇是瑟菲20多年来头一回。瑟菲妈明白，会长在弥补对她的亏欠。之后，胡子会长也派人查玉珍的地址，对瑟菲的话完全相信。当看到玉珍时，他大吃一惊，甚至有点想躲开，因为他记得眼前的人已经死了呀。玉珍解释说死了的是他的双胞胎姐姐。胡子会长这才反应过来，对，他确实有个双胞胎妹妹。于是他直奔主题，说明来意，希望他能帮他一把。玉珍故意问他想要什么，他信誓旦旦地说要夺回父亲的公司，可玉珍却卖起了关子，凭什么要帮你呢？胡子会长对他分析，瑟菲那母女是你的亲戚吧，被我弟弟困了20多年，只要你帮我夺回公司，我就让那母女恢复自由。没想到玉珍理事爽快地答应了。胡子会长没料到那事解决得如此轻松，却不知有人暗中窥视。儿子发现父亲刚投资的公司，却听说宣布破产了。父亲一看这不对啊，于是他打电话给玉珍理事，问你推荐的那个公司怎么破产了，我的钱怎么办？可玉珍说，我只是帮忙，但无法保证成功啊。事情到了现在，胡子会长问，那我现在急需钱怎么办？玉珍帮他想了个办法，那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筹钱呀。听到这话，胡子会长急了。此刻玉珍帮他姐姐总算出了口气。胡子会长突然想起来，是瑟菲当时引诱他去找玉珍的。想到这儿，他顿悟，这一切都是那个小女巫搞的鬼。殊不知小东心里的愤怒已悄然萌芽。偏偏这时检察官上门，送来一份通知，不仅没收所有财产，甚至还要治疗。开头那一幕就发生了。胡子会长两眼一翻，头一歪倒在了沙发上，但他只是拖延时间，装晕倒来想办法。他示意儿子叫救护车，这儿子演得太像了，连我都信了。胡子很快被送进了医院。晚上，小东正在思索，孤身一人，他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突然，一群人闯进他家，质问他把他们的钱投资到哪里去了，还让他赶紧还钱。小东快被逼疯了，可他们一点都不管，甚至随意搬走他家的值钱物，这彻底激起了他心中的愤怒。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他悄悄把录音笔放在父亲身上，因为他想知道父亲和瑟菲给爷爷算的什么卦。听了录音笔的内容，他得知爷爷被下了一咒，会在他临终前传给握他手腕的人。听到这里，小东忍不住笑了。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海里。为了得到爷爷的公司，他专门打电话给少爷，说我们都是爷爷的孙子，我今天专程去看了他，可他却念叨你为什么一直不去看他。少爷想问堂弟到底什么意思。小东深吸一口气说，看到爷爷快不行了，嘴里还一直念着你，想见你。而财阀也从瑟菲妈那里得知，老爷子的诅咒会传给死前最后见到的血亲。会长着急地问还有没有办法阻止。瑟菲妈说已经来不及了，这是卜卦后的结果。于是他暗暗下了决定。此时少爷正赶去看望爷爷，他到了爷爷的精神病院，想起小东说爷爷有关于瑟菲的事要告诉他，这就是他急着见爷爷的原因。而爷爷似乎已奄奄一息，伸出手不停说着快过来靠近点。男人也正慢慢靠近他，随后握住他的手，告诉父亲儿子来了。父亲像是刚反应过来，但会长已经准备好了，把咒语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老爷子保持一点清醒，让他放手，可会长不想让儿子中咒，宁愿自己变成活死人。少爷过来时握着老爷子的手，说来看他了。见他没反应，想叫醒他，却发现已经不行了。会长像中风一般呆住了。瑟菲妈摸着会长的脸，知道他被诅咒了。儿子看着父亲这样，还奇怪他为啥不吭声。瑟菲妈解释说他现在的情况和你爷爷一样。少爷这才恍然大悟，难道爷爷的诅咒传给我爸爸了？瑟菲妈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为你着想，难道你没发现自己有异常吗？少爷突然想到，怪不得最近他手有时会发麻，甚至小东还试探着问他有没有幻听过。这一刻他才明白，为什么小东会打电话让他去看爷爷。他不断摇晃着自己的父亲，想让他清醒过来，却完全没用。瑟菲妈看着现在的会长，多希望他能再喊他一声。他明白自己对会长的爱一直都在。夜里，瑟菲看着财阀送他的音乐盒，
发现里面有一张字条，打开一看，是财阀对他满满的歉意，但他很高兴有他这个女儿。回想这几天父亲对他的补偿，他此刻对父亲的怨恨全都消散了。但父亲再也回不来了，他突然特别想念他，这让他意识到一切都要珍惜现在。于是他为少爷准备了领带，并表示我们这个大家庭会越来越好。接着拿出刚买的东西，说是为每个家人准备的。显然他已经从心底接受了这个父亲，看来瑟菲已经彻底释怀了。他也向父亲承诺，他们母女以后的安全由我来负责，不用担心，并请求守光帮助。我的妹妹就交给你了。守光自然不会推辞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结局，却没想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小东正开始实施他的计划。明明是个有名的算卦师，可一看到女孩，他就被吓得不知所措，甚至跪拜了对方。他看了看手相，断定这女孩不是普通人，而是比他更厉害的通灵师。但同行之间本是竞争关系，他便在门外大喊女孩是魔女，还说女孩吸走了财阀老会长的元气。就在刚刚，前管家指控瑟菲，说她是被会长秘密关了20年的女巫，因为自己的大意让她逃了，结果她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2年，而她只是会长的占卜工具。众多记者一听，纷纷上前采访。瑟菲推开人群，站在他面前，真诚地道了歉。而这其实是小东的计划，要摧毁公司，先找弱点。少爷明白这会带来连锁反应，瑟菲也感觉这场风暴难以避开。少爷决定，那我们就面对挑战吧。于是少爷进行了新闻发布会，准备承认父亲确实监禁了他们。结果瑟菲和母亲突然现身，记者开始提问：您被关了20年，精神和身体受到了伤害吗？母亲立即反驳：我们没有被囚禁。记者质疑：难道你们是自愿住那里的？却被告知他们只是选择了暂住。但记者还是察觉出了问题，也就是说你和会长有婚外情。这个问题让他不知所措。少爷帮忙解围：我一直视她为母亲，而瑟菲是我的妹妹。这个重磅消息让小东大吃一惊，这让许多记者愤怒地指责会长，连自己的女儿也要严加管教。就在瑟菲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群村民冲了进来。商会会长解释说，瑟菲一直在我们的市场工作，而且她可是最会做生意的那个人，还特地拿出一张她以前吆喝的照片，证明她行动自如，没有被禁锢。气得小东再也忍不住了，回家后已经满肚子火。梁管家还厚脸皮讨债，小东却让他们用猪脑袋想想，可能吗？管家提醒他，你可别说话不算数呀，却被他吼道，你们的证词屁用没有。于是他拼尽全力要对瑟菲下狠手。瑟菲以为一切已经结束，能和心爱的守光共度余生，他想从守光那里了解他们未来的幸福。通过相处，瑟菲慢慢感应到，竟然看到守光为保护他中了枪。见此情景，他慌了。回家后一直心有余悸，但没有告诉守光，因为他发现开枪的人是小东，他认为搞定小东就行。妈妈知道后拉着瑟菲的手说，别试图改变未来，否则他会把你拖入另一个深渊，这是命运无法改变。可瑟菲妈妈知道他不会放任不管，于是他请求守光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请照顾好瑟菲，即使以后我不在了，也请你帮我安慰瑟菲，把我的瑟菲托付给你。瑟菲妈也已经下定了决心，用最后的力量来帮助会长。他慢慢握着会长的手，蓝宝石发出了光芒，会长开始抽搐，接着瑟菲妈就去世了。当财阀会长康复后，他大声想唤醒他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与此同时，瑟菲接到了小东的电话。瑟菲问他要什么，小东却厚颜无耻地说，我想要你，想拥有你。瑟菲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。瑟菲忽然想起妈妈曾经叮嘱过，即便小东后来会作恶，也不要试图干预，否则会惹怒这种势力，反而促使他变得更坏。此时小东激进疯狂，连他的手下都害怕他。果然下一秒，瑟菲收到了定时炸弹的照片。随后小东打来了电话，告诉他还剩59分钟，要是不来，炸弹会爆炸的哦。让他听这些熟悉的惨叫声，兴奋的让他赶快过来。我已经等不及了。瑟菲心里不安，难道这场灾难真要发生了？瑟菲现在在小东这里，看到朋友身陷险境，他让小东放他们走，反正你要的是我一个人。但小东说要你彻底成为我的人，我需要你的力量，你的能力，以及你拥有的一切。但时间只剩29分钟了，他发现眼前的人已经成了怪物。那个怪物提醒他，时间不等人。于是瑟菲乖乖地跟他走了。就在这时，少爷瞥见瑟菲留下的遗书，心头一紧。小东却在忙着布置温馨场景，还有15分钟倒计时。小东比他还紧张，
他一把抓住瑟菲的下巴，强行吻了过去。偏偏这时，门外传来守光拼命的拍打声。听到守光来了，瑟菲一激动就冲了出去，嘴里嚷着他别过来。可守光已经从窗户爬进来了，他喊着让守光赶紧回去。可是小东却把瑟菲拽走了。守光硬闯找到了瑟菲，但他被小东用枪抵着。守光劝他现在停手还不晚。小东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。瑟菲脑海中一直闪现守光被击中的画面，他全力攻击小东，试图扭转局势，然后准备用魔力同归于尽，只为改变守光的命运。守光见状立刻扑向瑟菲，可他已虚弱倒地，还未等瑟菲反应，守光突然中了一招，正是小东开的枪。没想到这事还是发生了。看到守光倒地，瑟菲痛彻心扉。老王上楼时却被小东的枪顶了回去。少爷赶来也到了现场，小东竟把枪口对准了少爷。瑟菲的悲痛让宝石瞬间发亮，他尖叫着要守光回来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奇迹竟然发生了。小东正准备开枪，却被定住，所有人都像被按了暂停键，时间仿佛倒流了，回到了开枪的那一刻。他提醒守光后面有人蹲着。就在小东开枪的瞬间，守光躲过了，少爷也赶来救援，但瑟菲却不见了，地上只剩下一条项链。此刻他想起瑟菲曾用魔力救过他，可是瑟菲去哪了呢？小东却在不停地咒骂，喊着走开走开。少爷发现这些症状和爷爷的一模一样，难道瑟菲将所有诅咒都转移给了小东吗？为了找到瑟菲，守光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不仅整个市场贴满他的广告，连整个泡菜国都被他的信息覆盖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守光终于有了瑟菲的消息。他急忙跑向坠物室，问他是否真的见到了瑟菲，他现在在哪？是不是留着长发，长得特别可爱，还有点憨厚的感觉？看到照片那刻，他知道自己又空欢喜一场，于是带着瑟菲的项链问姨婆，瑟菲为什么消失了呢？姨婆告诉他，只要项链完好无损，瑟菲就一定还在某处，并告诉他，用心去找你们会再见的。于是守光一直在寻找瑟菲，虽然不抱太大希望，但每次依然难掩激动心情。老太问找庆子吗？一句庆子，他们知道这次弄错了。忽然守光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这个人正是瑟菲。婆婆说有人找你。瑟菲慢慢走向她，婆婆解释她是在草丛里找到的，她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所以取名叫庆子。守光知道瑟菲不会跟陌生人走，所以打发了2位兄弟，他决定留下来等瑟菲接受自己。果然，瑟菲问他，你到底是我哥、弟还是男友？守光刚准备解释，瑟菲却打断了他，省省吧，我又不是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傻瓜，到现在想泡我的人多的是，不是说是我男友，就说是我哥，甚至还有说我是逃婚的，所以我不会被忽悠了，你也早点洗洗睡吧。但好不容易找到的他，守光怎么舍得放手？于是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看着他，守护他。一次瑟菲不小心摔倒，守光立刻关心他，渐渐的瑟菲也偶尔会看看外面的守光。终于瑟菲主动了一次，虽然只是一碗面，但守光心里暖暖的。这天守光在他店里买东西时，看到了瑟菲手上的戒指，他心里很满足，这是送给瑟菲的一对戒指。瑟菲也注意到他的戒指了。等守光走后，他盯着手上的戒指出神，心想他们之间可能曾有过一段故事。于是他叫住守光，询问他是怎么知道他的。守光拿出了他的项链，激动地说，我们的故事挺长的。于是守光带瑟菲回家，看到他以前住过的地方，他还好奇是谁的风格，然后带他到自己的房间，看到自己的照片时，他很惊讶。守光问他是不是记起了什么，瑟菲却问，既然我们在交往，晚上是不是有？话还没说完就被守光捂住了嘴巴，记忆丧失了，脑子却比之前反应更快。没想到瑟菲说，不管之前怎样，要不要晚上试试？守光痞笑道，你别后悔啊。瑟菲正经的点头，下一秒守光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。1年后，瑟菲生了个儿子。守光问他后悔不，显然他当妈妈当得很自在。守光的带娃生活开始了，有时瑟菲会趁儿子睡着后捉弄孩子他爸，说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。